那我好奇，你来过泰国也10多次了，我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可以选择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，你还是选择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来泰国，而且过年的时候来泰国机票不便宜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我们碰到一个粉丝，然后这个粉丝呢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刚刚从那个金三角青莱那边回来嘛，然后他也刚从那边回来，然后呢他一直在网上跟我聊了很多，然后我学的一个他的旅行经验，我觉得可以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么他是来泰国很多次的，刚才我了解一下，然后呢他对整一个泰国，我觉得他的认知或者说他的熟悉程度可能还超过我，哎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他做一个采访。哎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怎么称呼啊？叫我 Rico 就可以了。Rico， 哎呀 ，Rico。看这个造型，刚才他跟我说他是做美容美发行业的是吧？这也不叫美容美发，发型师啊。那你这次是大概第几次到泰国来？应该10多次了吧，反正10次以上了。从我第一次应该是14年还是15年，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吧。第一次也是跟团来的。跟团来的，2000我还记得很清楚，2280，7天6夜，就典型的那种慢八线，就是反正跟过的应该都懂的，苦不堪言。对，前2天刚好在说那个星梦岛的不是那个跟团游嘛？哎，对，这个3999两个人，那比你那个还便宜一点。哎，对啊，然后被吐槽了一大堆，所以那么你认为这个，就说这个，我们先讲跟团游吧。这个你认为跟团游跟自由行的区别在哪里？我想听一下，就是你们作为一个游客，普通游客，因为你们也不是博主，也不是公众人物，你们作为一个普通游客，你们怎么去理解跟团游跟自由行的这方面的区别？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，如果真的是对外界一无所知的，自己又缺乏一定的就是探索能力。和自己的一个 DIY 能力，或者说你对互联网甚至是还处在可能10几20年前的那种态度方面的话，那你不妨先选择一次跟团游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觉得我不会去吐槽那些跟团游的，我每次看到别人去发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有共情能力，因为我也是受害者。我也很困，我是受害者，所以我会有共情能力。就是像刚刚 Jimmy 说的，很多时候，包括其实每个人去走都会走很多弯路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他吐槽啊，或者是干嘛之类的，我从来不会去在网上去评论，也会带有一些嘲笑的东西。而且刚刚 Jamie 的很多一些思想，我觉得我们是很接近的。我觉得既然是出来外面了之后，你首先第一要包容，第二的话呢，对待一些事物啊，对待很多一些东西的话，你需要有一个不断去认真去探索、去学习的一个能力嘛。所以对于这个东西，我想说的就是，第一次你没有做好任何准备，你还是又不放心啊，或者干嘛的话，你先去跟个团，先尝试一下哈。不管去哪里，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了，国内也好，国外也好，其实真的是来泰国是没有什么门槛，没有什么限制的。当你来了，你会知道的。难的都懂嘛，你到处都你就全程说中文都没问题的了，基本上没问题，因为有一个手机翻译软件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跟团是11年，可能比你还早，我也是慢八线，所以说我非常理解，就是为什么有人现在会在说货不对版什么的问题，因为他期望值太高了，他期望值是按照宣传，因为宣传我还是那句话，商家宣传任何一样东西，它都会有一点夸大，对吧？这个夸大无非就是夸大的多跟夸大了少的问题。那很多对于没有出过国来看到这宣传，哎呦真便宜真好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那你们这次是在青莱，一共在青莱北线，你们应该在北线，你们一共是待了多少天？今年28号，我们20号到，那就正好是8天嘛。待了8天，对，待8天。那你们这次是算个怎么个旅行呢？是穷游背包呢，还是富游呢，还是说普通游？你认为是定义为中间吧？那就普通游，中间吧，应该对。哎，叫普通游，也没有说很背包。那你们普通游花了多少钱？这8天？我们这普通游人均机票不算，因为每个城市飞到泰国来的机票是不一样的。那广东飞会很便宜，北京飞就很贵。应该1天500左右，1天500到600左右。吃住行所有东西包括在一起，应该是500左右。500左右，那么等于说8天时间也花了4000，还不含机票。对，差不多。因为你们住的还是民宿是吧？没有住什么星级酒店？全是住民宿。住的最贵的民宿是300多一间房，300多一间房，算是最贵的了啊，算最贵了。对，那如果住个400-500的酒店的话，那你们的预算要往上拔很多。因为首先我们是有几个人嘛，那几个人住酒店没有体验感嘛，
那肯定是晚上要大家还可能会有 after party 嘛，对吧？然后你在民宿又能自己做饭也有一般都会有一个大院子也好，或者是像我们住山顶那里风景又好，晚上回来了之后带点酒啊，带点零食啊什么之类的，回来还能继续下半场嘛。你住酒店是毫无体验感的，回来就各回各房间了，你没有可能在房间那个感觉都不好。你们这次去青莱跟我走的路线不一样，我是往金三角清盛走了，你们是往美斯乐走的。那么美斯乐你应该是第一次去对吧？对对对。你对美斯乐的感官是怎么样的？因为美斯乐我没有去，这次我也蛮遗憾的，时间不够。挺漂亮的，挺漂亮的，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去。漂亮点在哪里？沿路的风景，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本身机车爱好者嘛，然后也平时在国内也会经常会去开摩托车去往这些山里面跑。然后的话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骑摩托车去跑山路，跟你开小车跑山路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你要我去坐车去那些地方，我一定不去，我会晕车。我坐车我会晕车的。我去年夏天带我小孩就去清迈玩那个丛林飞跃，头天晚上喝多了，上山一路吐，下山一路吐，就在村里面吐。那个绕好远的，当丛林飞跃。因为本来又喝多了嘛，就很不舒服嘛，就全程都是在吐。美斯乐整个村汉语是通的呀？对，全部都会，当地人都会说汉语，都会说。你们住在美斯乐吗？还是当天？没有住美斯乐，我们住青莱。住青莱。对。那么就跟我去那个蜜窝村一样的，等于说就去那边转了一转，吃了个饭，类似于逛了一圈就返回了。对。我们因为其实也就是本身计划的一个行程，本来我原计划都是要早一点出发的嘛。但是因为我另外一个那个同行的朋友的话，他每天晚上都拉着喝酒，喝得挺晚的。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。我本来是想尽量的去绿色环保一点，当然酒肯定是要喝，就是差不多点到为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结果都是会搞得很晚，所以都出发的时间都比原计划的推迟了几个钟。那我好奇，你来过泰国也10多次了，我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可以选择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，你还是选择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来泰国，而且过年的时候来泰国机票不便宜？我们那边过来挺便宜的对，你们因为是广东地区嘛。对。我的意思就你既然已经来过泰国那么多次了，那你为什么这次不选择比如说去其他国家去转转，而又选择像到清迈这一带来？清迈你也来过好多次了。对，本来这一次是没有打算来的。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另外那个俄罗斯朋友一个俄罗斯朋友。对，他主动约了我，本来原计划是没有打算来的。那你还去过哪些国家？除了泰国以外？之前有去了一次菲律宾，有去过一次日本，去了一次韩国，其实也都局限在都在东南亚这一带。对，都是局限在亚洲。目前还没有走出过亚洲，还没走出来。其实挺想去，比如说俄罗斯啊，包括俄罗斯那几个以前分裂出去的乌克兰苏联分出去的，塞尔维亚那些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大致不差吧。你在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情况下，你肯定都是刚开始先往比如说签证容易的地方，对，消费容易的地方嘛。你基本上包括像我们之前同行那个朋友，他就去了很多国家了，什么古巴呀，美国啊，那些对，欧美很多地方都去过了。因为如果是包括一些小众的国家，他也去过了，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每个人的一个有关的嘛。对，因为大部分人，我说句不好听，从几十年前新马泰开始，就基本上都是往东南亚走，因为飞机也近，也就3-4个小时，4个小时就到了。欧洲你很少我见过第一次出国往欧洲飞只是几个小时的，很少。对，大部分国人的第一选择好像还真是东南亚。旅行的话肯定是东南亚的。你如果他是第一次去就去欧美的话，但基本上不是工作就是学习的。对，要不就是欧美跟团，什么欧洲10国游最远早也有。对，这10天时间15国。对，那个团我原来也走过，那个很夸张，那个属于上午进了德国，下午就到了瑞士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目前来讲的话可能我的语言能力我觉得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。就是你在泰国这种地方的话，讲一些中式英语能够去简单交流嘛。对。当然，你如果真的是去了欧洲，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英语系的那个欧美国家的话，就可能会有点寒碜了。对，有点寒碜。对，你那样的交流起来的话，其实还是会没有那么的在这边那么舒服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而且欧洲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欧洲和亚洲它的建筑风格、它的人文习惯都是不一样的。欧洲当然也有很多靠海的，比如地中海的国家也非常美，但是大部分它属于在内陆的，它的建筑物啊什么样，包括整个休闲的程度跟东南亚是没法比的。所以你看那么多的欧美人愿意到东南亚来旅游，难道他们的地中海不美吗？也很美，但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我对一个泰国的理解，包括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也在计划往外走，
那包括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其实我也很熟，我也去过很多次，但是因为离泰国近嘛，成本低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朋友在计划去埃及，埃及我没去过，但是埃及怎么说呢？好像有一点，我攻略目前做下来有点慌，我怕不是人身安全，是整个埃及太陌生了，很陌生，而且相对来说，同样的性价比花同样的钱，可能埃及的体验感会更差。这是我们在目前做计划的。对，所以你刚刚之前问我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来10多次嘛？可能我这10多次每一次都当是一个度假的心态来的。对，度假的心态来了，那可能会选择自己更熟悉的地方，其实就是跟东北人去三亚的一个心态会差不多。对，而且再加上其实很多人都会懂的。冬天嘛，去有海有沙滩的地方，我为什么要选择三亚？我对泰国这么熟悉。对，对于我来讲，尤其是台北，对于我来讲，就真的是天堂。可能对于相对消费物价各方面都很低。对于我来讲，比如说我也有想过，以后退休也好，半退休也好，来这边，不一定泰国啦，东南亚嘛，来这边，如果是长居的一个那个情况的话，我一定是会选择台北的，我不会选择南部。对，这个台北跟泰中泰南，这个我接触过很多人，就比如说我喜欢芭提雅这样比较热闹的一个城市，但是有很多人选择清迈，就是清迈、台北这一片的，这个都有。但是你说一定有哪个好哪个坏，这个没有，就看自己适合哪一个。对。有些人就喜欢普吉，这还不一定。但有些人就喜欢待在曼谷这样的城市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我是非常不喜欢曼谷这个城市。我觉得清迈、芭提雅、普吉就这一带都还不错。我反而是对每个国家的首都是有点反感的。比如说我们去美国旅游，美国首都是华盛顿，但是我们去的基本上是加州、洛杉矶或者去纽约，对，很少会去华盛顿旅游的吧？对。包括去日本，其实东京只是一个点，东京其实不好玩，真正好玩是哪里？大阪、名古屋、北海道，对吧？所以我是对每一个国家的首都，因为它是一个政治和金融的中心，它反而旅游的东西会肯定是偏少的，肯定是第2大城市或者第3大城市旅游会更好玩一点。对，曼谷我是最不喜欢的。曼谷是吧？包括我们去菲律宾马尼拉，它真正好玩的地方是哪里？宿务、薄荷、公主港、长滩岛。对，它反而是这些地方是对于游客来说更适合的。而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是个政治金融中心以后，相对来说更多了一点金钱的那些东西，或者多了一些堵车啊、人多啊，就各方面各种对旅游不利的因素。泰国一共7000万人口，曼谷有3000万，这太夸张了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都说就除了曼谷之外都是外府嘛？对啊。那除了曼谷以外，我是觉得这次我基本上整个泰国77个府我已经走了50个了。我个人觉得其实很多府是很漂亮的，真的是很漂亮。而我们仅限于我们国人的眼光或者我们国人的攻略里面，只有那些旅游城市。但是你去看老外欧美人的他们这些网站，他们能找到一些小众的府，比如说北壁府，比如说难府，比如说黎府，就像这种府，国人一般都不会去。我到了这些小众的府，没有一个中国人的。我到了那个考拉镇，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他说我在这里工作3年了，我几乎没见过这个中国人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呀，因为那边的旅游资源更发达一点，包括国内的航线啊，各方面啊都更多一点。对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首先第一个，你正常在国内工作的人，没有那么长的假期，对，那你仅限的一个假期，肯定是往热门的地方跑，对吧？你包括如果是像这种玩法的话，时间起码都是要半个月甚至是1个月的这种那个，就好像比如说你在国内去新疆啊、去西藏，对，都要半个月以上，对，至少是大半个月以上的嘛，你得需要花很长的一个时间，就是最好就是第一，当然自驾是最方便了，然后比如说像那些欧美的那些背包客的那种，像我那2个俄罗斯朋友就是啊，他们来2个月，不过他们也是度假式的。他们不是像你说的这种典型的背包客旅游，他们是度假式的，就是像很多俄罗斯人一样的。你现在你看，其实看数据都知道的了，除了中国人，就俄罗斯人最多嘛。就是像我们东北人一样跑到三亚来度假，纯粹就是度假式的。然后他度假的之余，他也做了一些线上工作，他每天都有工作，拿着手机不停的回复，不停的回复的这种。所以其实就像你讲的这种所谓的小众路线的话，所具备的一个条件各方面来讲的话是比较难去满足的，所以为什么我来了10几次，
这一次我规划的就是台北的10日游，其实我还有好几个地方想去的，我都没去成了。计划没赶上变化，头天喝多了。说到俄罗斯，我有一个小问题，俄罗斯不是现在因为那个原因吧，以 SWIFT 被踢出来了吧？那么他们按道理是 Visa 和 Mastercard 这些卡他们都是用不了的，那他们在这里是怎么个消费的？背着现金过来的嘛？这我一直想知道。其实应该是已经他们把提前的机票买好了，然后的话准备了足够多的现金嘛。他住的那个公寓是16000一个月。就我的意思，他们也是背现金过来，应该是，反正他因为我来之前他也告诉我了，他的那个信用卡那些卡都不能用啊。对，然后机票啊，我去青莱的机票啊，包括那些什么都是我在国内的网站帮他买的。对，这个都可以，我提前已经帮他买好了所有的。然后他们俄罗斯类似于也有个支付宝啊什么的这样的支付的，是可以不是用银行卡，不是用 Visa 来交易的，类似于也是可以买机票，这种都没问题，订酒店啊、Agoda 什么都没问题。但是好像他们要刷卡是刷不了的，目前刷不了，是刷不了，而且好多国家刷不了，不光是泰国，很多国家。应该是整个 SWIFT 系统下面都不能刷了。去年的时候，去年我来之前我就有告诉过他，就是我去年夏天来那个时候是带家人过来玩嘛，就带我小孩我妈妈，我就跟他联系过，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跟我说机票太贵了，确实挺贵的，我后来一查，7000多，单程7000多。从俄罗斯飞曼谷吗？对，从俄罗斯飞曼谷，单程7000多。是直飞还是要转机的？直飞的，最便宜的7000多。他们以前疫情之前的话是最便宜有3000多，3000到4000。对，因为它距离实在是远嘛。对，也就是贵了差不多1倍嘛。应该是很多国外的航司不停在俄罗斯了。对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反正我没有刻意去了解了，反正就是俄乌战争带来的这些带来的这些影响嘛。所以后来就是到下半年年底的时候，应该12月底的时候就突然发信息给我。我当时我是没有打算，没有这个计划的。虽然我之前有计划，就是因为我在国内玩机车，包括我身边的朋友，他有来这边有重度模拟过的。我说的那种重度模拟，就是经中国口岸，我开自己的车，从那个老挝啊、缅甸啊一路这样玩过来，然后再进那个泰国嘛。他们那种的话就时间更久，1个月甚至1个半月、2个月这样子的。我就看到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嘛。但当然这一次虽然时间比较短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蛮爽的，天堂。我是觉得这样的，时长有限啊。我觉得有时间我也想跟你们去这样走走。我是蛮想抛开度假形式的，其实包括这次走，其实我也有点度假形式了。但呢我又不想很背包，我想在背包跟度假的中间，就是也是类似于几个朋友去住青旅啊，怎么样？就是目前为止，我们出去旅游都几个朋友，像你说住酒店，晚上玩了，一结束来，大家各自回房间了。我很想要一个，就是晚上7、8点钟，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聊天、互动的、喝酒的、BBQ 的什么的，就那种感觉很爽。但目前我还没有体验到过，所以我很暂时还没有。对，太背包也不行，太背包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也没这个吃苦能力。我不行，你让我太背包我不行的。太背包是什么样呢？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6点钟到，那我的住的地方没办法入住，我只能就在那儿待着。对，我逛都没地方逛，对不对？那还好，那个他在这里有房子，我上午能去他那里休息，要不然我去哪儿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像他们这种选择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太背包客可能我理解的就是住青旅啦，选择交通是最廉价的交通啦，对吧？甚至可能还连那些好一点的大巴可能都不大舍得坐的，可能坐差一点的那种。对啊，你就算坐好一点的，他到的时间也是这一个很尴尬的这个时间点。你只能这样待，包括你哪怕选择坐飞机，也选择坐红眼航班、联航啊，在机场啊，在这些地方还得待很多个小时的这种，那我也不行，我全程这样我也不行。是我可能我会相对来讲要选择，就是我会去体验一下，体验都没有问题，全程不行。包括住青旅我也可以去住。对，就像上次我去向导一样的，我们教练他们住的是酒店，我就选择晚上我去住青旅，我一边剪视频跟一帮老外聊天。但是抛开那一段时间，我又是条件不错的，又是自驾游，只是某一个晚上或某1、2个晚上到了特定的点，我想去青旅感受一下。比如说到普吉，我们以前去普吉都住好的酒店，其实去普吉这种旅游城市发达的地方，你去住2个青旅是很有意思的。对，住个2、3天，玩玩就可以了，认识一帮老外，然后看看他，你们今天去哪个岛啊？你今天去哪里潜水啊？大家经验交流一下就可以了。全程好像这个是有点夸张，所以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出来，包括我跟在当地认识的朋友也好啊，还有时候会在
线上找一些搭子什么也好，都会去选择住民宿，就会更有空间感嘛。对，而且民宿的体验感对于我来讲的话，就有各种不同的体验感。因为这一次包括在青莱，我是订了3间不同的民宿，所以就最贵的那个也是最漂亮的，在山顶上的那个独栋的那种，我知道那个帐篷很漂亮，非常漂亮，条件我觉得环境呢各方面都挺 OK 的。其实你租个摩托车都很方便，城市很小嘛。对，哪怕摩托车你不会骑的，你就租个汽车也是一个道理，其实也没有说差距很大。对，你实在不行，你租个自行车也行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对于是就像刚刚开头讲的那个，对于这些东西都会不是很了解，包括你比如说你摩托也不会骑，车也不能开，而且觉得自行车7、8公里、10公里也觉得远的话，那就算了嘛，你就住游客区就好了嘛。对，住游客区玩游客的，等到经验丰富一点了，或者说有这方面 DIY 的能力的时候，再去体验更多的东西。对，就包括我们也一样，我现在就说，类似于就是经验丰富了，我才会去走埃及啊，走非洲啊，这各方面我有能力了。那之前没有能力的，东南亚跟个团未必是件坏事情。我认为人这辈子都要自己去踩一两次坑，你光靠别人说，哎，这个跟团不好，你永远不知道不好点在哪里。就算你看再多的视频，你也不知道这个跟团，你自己没有体验过，你永远不知道所谓的跟团是怎么游的。其实跟团跟自由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很多人拿着自由行的思路去跟团游，那我说句不好听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团适合他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哈，尽量不要去看太多的小红书啊，就是国内的一些这些社交软件啊，这种包括大众点评，只要是有那些，就是我觉得他写的越详细，图片越精美，都会有存在。当然不一定哈，不是百分百，对，不是全部，我也会去参照，我会按照我自己的一个那个去判断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。那可能去了也可能会踩坑，是正常的。你不可能，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这个餐厅，99%的人都说好吃，那可能我正好属于1%的那一部分人，正好这里的东西不符合我的口味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判断的。但是很多的国人有个问题，他就像你说的，他看了一些国内的一些软件，而我现在因为大家知道看我视频，我会去找很多餐厅，我是用谷歌地图找的，因为谷歌地图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人。对，我刚刚也想说的就是用谷歌，基本上避雷的一个就是空间会非常的小。我愿意去看那种评价有1000个左右的评价，因为这是不可能刷出来的。说句不好听，对，它有日本人、韩国人、欧美人，每个国家都有评论。所以我找餐厅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找一些评论过500的，然后分数在4.3到4.5以上的，我都是这样找。对，比如刚刚这个餐厅，我就是在谷歌上看到，哎，离我又近，然后我一看，哎，环境也还可以，又能抽烟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环境是还可以。对，就这样的独立小茅屋，这是小茅屋。除了苍蝇多了一点，我们实话实说，其他没什么毛病。还有那个多了一点，上面这个鸽子啊，不是鸟啊，这感觉不像鸽子呀，刚都飞到了餐桌上了。因为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觉得吃东西来讲的话，是一定要去到越 local 的地方，越 local 的地方，越是本地人居民区的地方，你才能真正吃到所谓的正宗的当地的菜。就我们国内苍蝇馆子嘛，说句不好听的。对，所以其实现在你就包括现在泰国也好啊，哪里也好，所有的这一些装修豪华的这些餐厅，其实已经开始被我们中国的资本介入了。对，已经有介入的一个趋向的了。不光餐厅，连马杀鸡都有。对，都介入了，都有，非常之多。所以我目前来讲的话，我除了在这10天，我就去了一家所谓的小红书上也蛮多人推荐的了，那间吃全牛餐的嘛，其他的全都是我自己就是按照我自己的那个，当然也有小红书也有推荐，我主要还是先看那个 Google， 对。其他的我都不看，我懒得去看了。哎呦，看来看去，我看他推荐的眼花缭乱的，反正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还不错。然后一看，价格我会去找菜单嘛，我要先看一下。对，它上面都有菜单，谷歌上都会有。一定要先去看一下菜单。有一些如果比如说是很 local 的那种的话，它就没有英文菜单的，就全泰文。对，全泰文也没关系，图片翻译一下就好了呀。对。然后我实在是连图片我都没有的话，我就问一下我泰国朋友，我实在，比如说我去酒吧，我会问一下。还有全泰文的泰餐嘛，我想喝我要喝的那个酒嘛，实在是看不懂，我也懒得去拿个手机去翻译，我就先问一下他。好，时长了，跟大家拜25分钟了。你看一聊25分钟了。欢迎美国也来泰国的朋友都玩得开心啊，多去看看小鹏的攻略啊。拜拜。